我叫龚强，我身份证上是朝鲜人，但是我从来不会说朝鲜话。我们家从我爸到我妈到我姐，他们都会说朝鲜话，他们交流的时候也用朝鲜语，就我不会，他们也不教我，但是他们从小耳濡目染的，我也就稍微听懂了一点儿。就有年冬天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我跟我姐在炕上玩呢，就闹着闹着就用朝鲜话就闹起来了。我妈也不知道怎么就听见了，突然就冲过来给我一巴掌，她说："谁让你说朝鲜话的？"就打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敢说朝鲜话了。就为什么不能说朝鲜话？我妈也给了一个理由，她说只有女孩才能说朝鲜话。当时我小，我也就信了。从小到大，一般别的家庭都重男轻女，但是我家就反过来，重女轻男。有一年冬天，我跟我姐在外面玩那个冰车，我俩就不小心就摔倒了，摔到那水坑里了，身上都弄湿了。我姐当时就立马就跑家里去了，但是我不敢回去，因为我怕我爸妈打我。后来就差不多过了1个小时吧，他们才过来找我。原来是我姐回去之后，他们怕我姐着凉，给她洗了个热水澡。就我回去之后，就着我姐那个，就那水都快凉了，就着我姐那个水就给我稍微洗了洗。后来我姐就没考上大学，就在家务农。我妈每个月给她500的零花钱。我上大学了，但是也是500的生活费，当时就只够吃饭的。我姐有时候就给我买点零食，让我上学的时候带上。我妈看见了就骂她，说她乱花钱。所以我很早就开始出去自己挣钱了，就跟人家做家教。那时候我就认识了一个学生的家长，40多岁，是个大叔。我就突然就开窍了。就我快毕业的那一年，我妈就摔了一跤，要做那个手术，换人工软骨，手术费就得10万块钱。我们家当时拿不出这么多钱，我妈就给我打电话说，我姐在家备孕呢，我姐夫也没工作，也没收入，让我多想想办法。我没有什么办法，当时我就回村里，挨家挨户的敲门，问他们借钱。好不容易后来凑了6万，欠条写的也是我的名字，然后加上我这几年做家教攒的3万块钱，当时把这个手术费给凑齐了。有一次从我一个邻居家借钱出来，刚关上门就听到他们在后面说：“别看这老公家儿子捡的，关键时刻还得靠这小子。”当时他们用朝鲜话说的，以为我听不懂，其实我都懂。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回家了。毕业之后我就去了一个培训机构工作。最开始那几年其实收入也挺不错的，但是我妈就老跟我要钱，就感觉除了钱我跟这个家就没别的关系了。而且我当时打那些欠条写的都是我的名字，就经常会有人过来就催我还钱。就有一次村里有一个邻居就问我要钱，当时我就忍不住了，我就问他，我说大爷，我想问个事儿，我到底是不是亲生的？那个邻居就突然就支支吾吾的，他说你们家的事儿我一个外人也不好说。但是挂电话之前他就突然跟我说，你懂吗？他这3个字他不说还行，他一说我就立马就明白了，那我肯定不是亲生的了。我要亲生的他肯定不反问我呀。就从那以后，我妈每个月管我要钱的时候，我就特不得劲儿。2个月前我们刚吵了一架，她给我打电话，开口就问我要1万。她说我姐怀孕了，我姐夫在家也没工作，让我多给一点。我当时就有点生气，我说妈，你不为你这个儿子想想吗？我这行业都快黄了，我这工作都快丢了，我以后买房咋办？没想到他开口就说，买房的事不用跟我们说，你想买就买，反正我们也没钱给你。当时我就怼回去了，我说那我不买房了，我不结婚了，行吧？没想到他就回我，他说结不结婚你随便，我不管，爱结不结。当时我就突然就有点高兴，你知道吗？
因为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不用跟别的同志一样，以后还会被家里催婚。其实这样也挺好的。